最近啊，我看官媒的新闻都有一点阅读障碍了。第一天看见说面条厂首搓三无飞机，第二天看见民营企业发高超音速导弹，这两个新闻我是读了又读啊，总觉得读懂了又没太懂的感觉。后来咂摸了一下，突然悟了，克苏鲁不就是这个感觉吗？看不清楚全貌，但是心怀敬畏。以防有些同志们还没见过这两个新闻啊，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先是呢，央视新闻曝光野生三无飞机，对。山东邹平一家面条厂利用简陋的工具偷偷违法私造三无飞机，并对外销售。工厂的主营业务啊，确实是生产面条。老板自己说啊，切面条跟切飞机是一样的，已经生产了20多架，目前售出了18架，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和改造。据他自己的表述啊，好评如潮。大家要是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报道，保证你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如此合理又难以接受。面条厂的这个周老板啊，简直是莱特兄弟托生，爱迪生附体。早年生产面条的过程中，发现面条机设计的不太合理，于是干脆自己买机床，手搓零件，自己搞了个面条机生产线，把不合理的地方都给改造了。十里八乡都觉得挺好。于是周老板就从食品加工行业跨界到了机械制造改良行业，卖面条的同时呢，又卖面条机。后来呢，觉得这个旋翼飞机啊，好像跟面条机需要的零件呢大差不差，就私下学习了一下，用面条机的这个制造设备手搓了一套飞机。后来呢，经过不断的改善工艺和供应链，搞得现在周老板啊搓一架飞机出来，成本能控制在10万人民币以内。说实话啊，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啊，美国要是看到这个新闻肯定都馋哭了啊。同一天的消息，因为制造能力的拉胯和成本极高，美国放弃了原本用于替代伯克级驱逐舰的星座级护卫舰计划。一艘船没造出来，已经花了20多亿美元了。再看周老板面条厂不到10万就能搓出来的野生飞机，这简直是直戳心窝子啊！就问美国现在要是谁家面条厂有这个手艺，高低得给他收编了。安全性资质许可可以逐步完善嘛？就这个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有10个周老板就算搞不定6代机 F-35，还至于换个旋钮需要几万美金买整套维修包吗？以至于他不得不从已封存或者损害的飞机上面拆零件下来。那周老板分分钟用机床给你搓一套啊，那不香迷糊啦？各位就看啊，周老板这个车间，虽然报道的意思呢是如此简陋，生产的飞机安全性堪忧，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当年丰田汽车就是从纺织机制作所诞生的，兰博基尼是拖拉机小作坊孕育的，福特汽车更是从木工车间里鼓捣出来的，奔驰、保时捷、捷豹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小工坊里搓出来的嘛。只能说啊，周老板多少有点生不逢时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又恰逢其时。周老板之所以能如此低成本的造出飞机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当地存在产业链。这些产业链肯定不是专门制造野生飞机的啊，但便利、廉价、易得的配件绝对功不可没。飞机的发动机呢，就是汽车零件，不仅可以买呢，还可以买二手的。螺旋桨啊、螺丝啊、轴承啊，不仅可以买，还接受来图定制，速度快，价格低。舵机、遥控器、接收器等等，市面上到处都是。然后周老板再凭借自己搓面条机的这个机床，把铝合金管材切割成设计的形状，作为机身和机翼的主要结构。其实就连这一步啊，都可以来图定制，只是呢他自己切割会更便宜一点。再把以上的这些零配件组装到一起，一架能够载重160公斤的旋翼飞机就出炉了，简直是制造业的奇才呀！谁还记得啊？今年4月，俄罗斯估计咱家的 FPV 无人机产量啊，说这个平日可以达到50万架每月，战时能够提高到70万架次每月。现在看看咱们周老板这个实力，160公斤的载量，要是换成炸药呢？什么叫寓军于民？我们要是想爆兵，面条厂都能干成重型武器库啊！要是说面条厂这个事儿啊，还是有点猎奇。那这几天一家名为凌空天行的民营企业发布的最新产品，就属于是用实力颠覆全球的想象力了。他家的最新产品是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射程500到1300公里。对，就是那个美国投入了150个亿，只有陆军一款暗鹰导弹开始服役了的，空军和海军都还没有研发出来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家国内的民营公司造出来了。这个叫做御天戟1000的导弹，目前的成本是10万美元一枚，5到7倍音速，动力巡航时间360秒，成波体气动结构，可末端制导、机动规避拦截的导弹，攻击精度达到了米级。而前面提到的美国陆军的那个高超音速导弹的单价是4600万美元。
就连司机求爷爷告奶奶伏地作小都想从川普那里要到的战斧巡航导弹，也就是个亚音速飞行的、弹道低频的、还容易被拦截的导弹。但靠着当初单发13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战斧导弹这么多年下来一直经久不衰，始终是美军的主力武器。如今咱们这个价格只有战斧1/10的高超音速导弹，那就不只是像前面动手能力强的周老板只是扎心了老美，而是字面意义上的能够通过饱和攻击捅穿一切防线的利器。2017年钛钢一发力，全球的圆珠笔头几乎都被咱家垄断了，估计世界也没料到龙哥家再一发力改写的是全球军工数量级的概念。可以说因为我们的供应链发力，全球战争模式未来都会被改写。凌空天行其实跟现在很多国内的民营航天公司类似，只不过呢其他公司造的是载人载物的火箭，凌空呢造的是搭载弹头的飞行器，其实也是一种火箭。跟前面提到的周老板不一样在于这家公司从创始人到技术团队都是正规军级别的，正经的知识和正经的经验。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显示，凌空天行的创始人叫做王玉栋，曾经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担任过主管设计、副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室主任、副总师等岗位，从事国家重大型号研制与科研生产组织工作，具备丰富的研制经验。团队的很多成员也都是名校对口专业出身，有着相关科研院校或者企业的工作经验。而跟周老板一样的点在于，民企能把高超音速导弹做出来，成本还如此之低，除了因为有文化，还因为国内神奇的供应链，或者说中国的克苏鲁体制。凌空的团队呢，也是用市面上能够自由采购的民用工业级、车规级产品替代价格高昂的军工级、航天级产品的，再配合各种跟周老板一样清奇的想象力，提升工艺，最后就诞生了御天级这么逆天的产品。首先呢，比较初级的零部件比如什么北斗芯片光纤陀螺仪IMU 芯片这些用来做惯性导航的东西，民用无人机里就有，网上都能买到，质优价廉。那再比如导弹上的摄像头模块呢，凌空团队直接是从淘宝采购的，一个只需要180块，估计呢双11还能有折扣。马云这辈子大概都没想到自己会补贴到导弹上去。当然呢，这么正规的团队还是要基于这个淘宝摄像头的模块去做开发和测试的，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呢，如果生产100枚这样的摄像头模组呢，单件成本只要15000元，而如果生产1万枚，单件成本只需要2200元。还记得美国听证会上面那包螺丝什么价格吗？$9万，都快赶上御天级的总价了。而凌空团队呢，也没有放过螺丝的成本，航天级的螺丝需要5块钱一个，他们直接改用了0.3元一个的工业螺丝钉，每枚导弹又节约大概7万多块。然后就是稍微有点难度的导弹结构件了。当年霍华德休斯造银色子弹竞速机型的时候，为了能够追求最大的速度，要求全机身采用铆钉和接头，以减少空气阻力。当时也是美国的制造业能力和熟练的工程师们一起发力，才最终实现了该机型打破世界纪录的速度。而凌空的团队呢，则是利用我国当下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广泛采用的压铸技术，特意把火箭设计成了适合压铸工艺的结构。以前需要冲压、焊接、精加工、铸造等复杂高精度的工序就被省略了。目前生产这么个导弹，唯一需要的就是模具能一直压下去，压坏了就再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那在导弹上用来分离上下级的螺母，传统上采用的是爆炸分离螺母，工期长，造价贵，还因为涉及到了火工品，所以呢被严格管控生产资质。凌空团队呢选择的是分离螺母，这东西呢没有资质限制，小批量呢可以人工手搓，大批量呢可以流水线生产，月产量差不多1万件，价格可以打到2000元上下。而且因为它是电动的，所以呢检测起来更容易，产品的可靠性比传统的这种爆炸分离螺母还要更好一点。最后充满了实践者特有的想象力，俗称花小钱办大事的智慧的，就是御空级1000的弹头耐高温涂层的材料了。直接采用的是建筑用的发泡水泥，再配合一些改性材料来做成的。之前各国高超音速导弹为了追求突防能力，会追求10到20马赫的速度，这种速度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热量甚至可以直接熔毁导弹本体。因此呢，导弹对于材料的耐热性要求极高。通用的做法呢，就是用碳或碳复合材料、陶瓷复合材料或者是烧灼涂层来牺牲这些东西，吸收大量的热量，来确保导弹本体安全前进。但是这些材料很贵而且还是战略储备物资，民营企业很难买到。
而凌空团队牛就牛在突防能力，国家有东风啊！咱们作为实现高超音速洗地的量大管饱派的选手，速度砍在7马赫就行了，直接就用水泥就完活了呀！完美的诠释了劳动者是最有创造力的群体这句话。于是呢，玉天级最亮瞎眼的、最节约成本的闪光点就出现了，用水泥给导弹涂层。这种发泡水泥还具有一定的吸收雷达波的能力，自带隐身效果。就这样，闪亮亮的10万美元一颗的高超音速导弹诞生了。那这既不是最快，也不一定很精准的武器，为啥说改变了战争的逻辑呢？因为太便宜了，而且可靠。现在美军的标准6拦截弹的单发成本接近3000万人民币，一发拦截弹的成本都够买40枚御空级了。要知道啊，目前美军陆军首个部署实弹的高超音速导弹也就只有4枚，要等到今年12月底才可能另外交付8枚，达到满编的12枚的规模。而今天呢，凌空团队接受采访时候表示呢，玉天级基本型已经实现量产了，集成了人工智能与集群协同功能的智能型还在全力研发。支撑战争的永远都是经济，我火力覆盖你几轮，你有没有实力和财力来拦截呢？这里我都不用多论述御空级1000的精度，我要是东风和御天级混编发射，你敢赌一下吗？那要是必须得拦截，多财大气粗也顶不住40倍的出血速度啊！实际上，御空级的出现将美国那种期待救世主式的将武力跃升的希望都寄托在拥有一个 X 武器上，然后全盘翻盘的这个希望啊，是彻底被粉碎掉了。别说你现在6代机还在 PPT 上，就算你有了梦寐以求的武器，以你的制造业能力、制造业成本和规模，它也不管用啊。实际上，面条机床、造飞机、水泥涂装高超音速导弹，真正共同的基础就是我国现在的工业实力和制造业能力。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能力可以快速迭代？从手机到电动车，几乎每6到8个月就要迭代一次。为什么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层出不穷，各种民营火箭都在争奇斗艳？从文昌到日照到西昌的发射架，看火箭几乎是随时可以去、随时有的地步。其实本质是一种制造能力和人才从重点核心部门外溢的结果。先有了专业的人才，哪怕就是周老板这种有点喜剧效果的手工天才，实际上经过培训和引导，在我们这样的产业沃土之上，未必不能成就一番天地。何况我们那么大的工程师群体和非常灵活的模块化的工业加工能力呢？就凌空和周老板开先河这个事儿之后啊，大家就看吧，1个月之后，水泥厂估计都得有转型发展的。旋翼飞机既然如此有市场，那有资质的厂家也肯定会大举跟进，主打的就是有人有设备，造啥不是造啊？其实现在也在证明另一件事，就是西方天然擅长从0到1的创新吗？是因为爱迪生和霍华德休斯生在欧美，所以有了伟大的发明创造吗？从来都不是如此。创造和发明是需要土壤的，是有基础的。曾经约克城号被打残，3天在夏威夷修好之后加入中途岛海战，是尼米兹很厉害吗？不是，是美国当时的劳动力素质和工业能力很厉害。为什么现在星座级护卫舰造了快3年，花了20多亿美元就彻底放弃了呢？而且第一艘星座舰才完成了 12%， 它也不完全是史密斯专员的本事，本质是从人才到资本再到一切的国家和社会资源都被资本被华尔街吸干了的缘故，剩余的这点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美国的军工业实力了。同样，如今周老板打开思路，凌空天行另辟蹊径，并不是突然冒出了一对干将莫邪，而是在咱们这片广袤的工业沃土之上，工业人才、工业能力、工业要素被大规模的孕育，并且正在快速的流动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低成本但很有效的这个产能，真正验证的就是我们的制造业正在完成一个从创新到落地的循环系统。人才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都开始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里源源不断的流动起来了。也正是这样的流动，才能让淘宝的摄像头模组可以被安装在导弹上，用来做低端制造的机床可以被用在7位数起步的小型飞机上，才能让我国未来在任何产业变革和军事挑战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